大家好，我是丽姐，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，感谢大家的订阅。今天给大家讲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故事，是关于一位深圳贵族中学的语文老师小美。她在台湾教育交流期间，不仅被当地的教育方式震撼到，还意外收获了一段甜蜜的爱情。这个故事让我感慨万千，真的应了那句话，缘分总是在最意想不到的时候出现。小美是我的大学同学，和我是好闺蜜，今年30岁，颜值属于那种人妻感特强，也谈过几场恋爱，就是正缘一直没到。在深圳一所私立贵族中学当语文老师已经7年了，虽然工资待遇不错，但是工作压力特别大，每天早上6点就要到学校，晚上经常加班到9点多。别看是贵族学校，但管理制度可一点都不轻松，除了日常的教学任务，还要参加各种培训、写教案、批改作业，周末还要带着学生参加各种竞赛活动。更让小美头疼的是，学校里的人际关系太复杂了，教研组长安排的任务必须第一时间完成，年级组长交代的事情也不能耽误，校长的要求更是要严格执行，各种人情世故应付得她身心俱疲。最让她受不了的是，学校里明显分成了几个小团体，不站队都不行。她说，丽姐，我都快被这种职场文化整崩溃了。去年9月，小美有幸被选中参加为期半年的台湾教育交流项目。说实话，这次机会来得太及时了。临走前，她还跟我说，就当是换个环境休息休息吧。哪知道这一去，不仅让她的3观被刷新了，还邂逅了她这辈子最重要的人。刚到台湾的新北市那所高中报道时，小美就被当地老师们的热情震惊到了。完全没有她想象中的客套和疏离，教务主任亲切地叫她美美老师，带她熟悉环境的张老师更是体贴地帮她打点好了一切。最让她惊讶的是，学校竟然没有所谓的重点班，每个班级都是均衡发展。更让小美惊喜的是，这里的教学氛围太轻松了，课堂上不再是填鸭式教育，而是让学生自主讨论、互动学习。老师们经常用游戏、戏剧表演等方式让学生理解课文，课堂气氛活跃，学生们的眼睛都是亮晶晶的。教育不应该是痛苦的过程，而是充满快乐的探索。这是带他的张老师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。让小美特别感动的是，这里的老师们都有充足的备课时间，不用像在深圳那样疲于奔命，每天早上8点才开始上课，下午4点就能下班，除非有特殊活动，基本不加班。更重要的是，这里完全没有职场派系，同事之间就像一家人似的，经常一起聚餐、郊游。这样的工作环境让小美如沐春风，整个人都轻松了许多。她跟我说，丽姐，我第一次发现，原来当老师可以这么快乐。看着她在朋友圈发的照片，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，我也由衷为她感到开心。但是，让这次交流变得更加特别的是，她遇见了那个人，台北艺术大学的音乐老师阿佳。说起他们的相遇，还真是机缘巧合呢。说起小美和阿佳的相遇，还真是让人感叹命中注定啊。那天是学校的艺术节，新北市几所学校都组织了联合展演，小美带着学生去看表演，正好碰见阿佳带着他的学生彩排。当时阿佳站在舞台上指挥学生合唱，认真专注的样子特别帅气。小美后来跟我说，丽姐，那一刻我的心跳都漏了一拍。更巧的是，演出结束后的茶歇时间，阿佳居然主动过来跟小美搭讪。原来他看到小美在台下认真做笔记的样子，觉得特别可爱，两个人聊着聊着就特别投缘，发现都喜欢艺术、文学，而且3观超级合拍。阿佳还特别欣赏小美为了教育事业的追求，不远万里来台湾交流的勇气。从那以后，阿佳经常抽空来新北市找小美，有时候带她去淡水老街吃小吃，有时候去阳明山赏花，有时候就单纯的在学校附近散散步。小美说，台湾的生活节奏特别舒服，不像深圳那样总是匆匆忙忙的，这里的人们都好有生活情调啊。每次小美这样感叹的时候，阿佳都会笑着说，这就是台湾的魅力啦。在台湾的日子里，小美越来越喜欢这里的教育理念，这里的老师不用整天为了升学率发愁，不用被各种指标压得喘不过气。更让她羡慕的是，台湾的教师有终身制，工作特别稳定，福利也很好。
虽然工资可能比不上深圳的贵族学校，但性价比却高多了。最让小美感动的是这里的人文关怀。记得有一次她感冒了，同事们都特别关心，有送姜茶的，有买药的，教务主任甚至主动帮她调课，让她在家好好休息。这里的人情味儿太浓了。小美总是这样感慨，在深圳的时候，同事之间的关系更多是竞争，生病了都不好意思请假，生怕被别人说闲话。阿佳也经常跟小美分享台湾教育界的一些事，比如说这边的老师不用刻意讨好领导，升职完全看资历和能力，教师们有自己的工会组织，能够有效维护自己的权益。学校的管理也很人性化，教师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特长开设选修课，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。随着相处时间越来越多，小美和阿佳的感情也越来越深。阿佳是个特别体贴的人，总是能照顾到小美的感受。他们的恋爱一点都不轰轰烈烈，但却充满了生活的烟火气息。台湾男生真的好温柔啊！每次小美跟我视频，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光芒。交流期临近结束的时候，小美却舍不得走了。她说：“丽姐，我好像找到了自己想要的生活，这边轻松的工作环境，纯粹的人际关系，还有最重要的那个懂她、疼她的阿佳，都让她不想离开。”看着小美陷入两难，阿佳主动向她求婚了。美美，我们结婚好不好？留在台湾，我们一起打造属于我们的幸福。这一刻，小美觉得自己就像置身于偶像剧里，明明才认识半年，却仿佛已经认识了一辈子。丽姐，你说我是不是疯了？这么快就决定要嫁人了？小美红着脸问我，我笑着说，傻丫头，感情的事哪有快慢之分，只要是对的人，就勇敢去追求啊。其实我特别理解小美的选择，在深圳这样的大城市，工作压力大就算了，找对象也不容易。之前给她介绍过好几个条件不错的男生，要么觉得她工作太忙没时间陪她，要么嫌弃教师这个职业太普通。但是阿佳不一样，她完全理解并支持小美的职业选择，两个人还能有共同语言。小美告诉我，她最欣赏阿佳的就是她对教育事业的那份热爱和执着。她不是为了赚钱才当老师，而是真的想为学生们做点什么。在台湾，教师的社会地位很受尊重，虽然工资不如一些高薪行业，但是胜在稳定，而且有寒暑假，生活品质很不错。更让小美感动的是阿佳的父母对她的态度。第一次见面，阿佳妈妈就热情地拉着她的手说，美美啊，阿佳总是在家里说起你，现在终于见到真人了，还特意准备了一大桌台湾特色菜。席间，阿佳爸爸还开玩笑说，我们家阿佳终于开窍了，找了个这么优秀的女朋友，让小美觉得特别温暖。丽姐，你是不知道，阿佳的父母完全没有因为我是大陆人就对我有偏见，他们说只要我们两个真心相爱，他们就支持。小美说这话的时候，眼眶都红了。在台湾这半年，她真切感受到了这里人们的真诚和包容，无论是学校的同事，还是阿佳的亲友，都把她当成自己人。当然，要留在台湾生活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首先就是身份问题，要办各种手续。好在阿佳特别细心，带着小美一步步打听办理。他们计划等结婚后，小美就可以申请在台湾的教师资格认证，到时候再找一所学校任教。小美的父母一开始也有些担心，毕竟要跨海去台湾生活是个大决定。但是当他们通过视频见到阿佳，又听小美讲述在台湾的快乐生活后，也渐渐放下心来。只要你过得开心，爸妈就放心了。小美说，父母的这句话让她特别感动。有趣的是，阿佳为了更好的和小美父母交流，还特意在网上报了普通话培训班。虽然她说的还不太标准，但是那股认真劲儿真的让人感动。小美说，这些小细节都让她觉得自己的选择没有错，阿佳就是值得托付终身的人。在台湾的教育圈里，像小美这样的跨海追爱故事其实不在少数。前段时间，阿佳还给小美介绍了一位同样嫁到台湾的大陆女老师。那位老师在台湾生活已经10年了，已经完全融入了当地的生活，还生了2个可爱的孩子。听她讲在台湾的经历，让我对未来更有信心了。小美说，现在小美已经辞去了深圳的工作，准备在台湾扎根了。
他和阿佳商量好了，婚礼就办得简单一点，重要的是两个人能在一起。他们还计划以后要开一家小小的艺术培训班，把两个人的专业特长结合起来，教导孩子们学习艺术，这也算是为台湾的教育事业出一份力吧。小美笑着说。说起小美在台湾的新生活规划，真是让我这个红娘特别欣慰。前2天她还专门跟我视频，兴致勃勃地说起她和阿佳租的新房子，那是一套位于新北市的2居室，虽然不大，但是格局很温馨。最让小美喜欢的是，房子附近就有一个小公园，每天清晨都能听到鸟叫声。丽姐，你是不知道，这里的房东人特别好。知道我们是准备结婚的新人，还特意帮我们换了新的家具。小美说着说着就笑得合不拢嘴。让她感动的是，在台湾租房完全不用担心被骗，也不用交高额的中介费，房东和租客之间的关系单纯又和谐。阿佳还特意带小美去考察了几所学校，帮她物色将来可能任教的地方。台湾这边的学校管理特别人性化，对老师们的要求不是分数和升学率，而是更注重学生的全面发展。有一所学校的校长说，只要老师有爱心、有责任心，就是好老师。这种理念特别符合小美的教育观。更让小美惊喜的是，台湾这边的教师除了基本工资外，还有很多额外福利，比如说每年都有固定的进修机会，学校会报销进修费用。教师们还可以申请各种教学研究项目，既能提升自己，又能获得额外收入。这里真的很重视老师的专业发展。小美感叹道。阿佳所在的艺术大学也很支持他们未来开设艺术培训班的计划。校长得知这个想法后，还主动提出可以给他们一些建议和资源。台湾的教育界就是这样，大家都很乐于分享，互相帮助。小美说这话的时候，眼里闪着光。为了更好地融入台湾生活，小美还特意报了闽南语培训班。虽然大部分台湾人都会说中文，但是会一点闽南语还是能拉近与人的距离。阿佳总是笑着说，她的闽南语带着大陆腔特别可爱，逗得小美直脸红。最近，小美还加入了一个大陆新娘联谊会，认识了不少和她有着类似经历的姐妹，大家经常一起聚会，分享在台湾生活的心得。有人结婚好几年了，过得特别幸福；有人已经在台湾开店创业，生意做得红红火火。听他们的故事，让我对未来更有盼头了。小美说，阿佳的同事们也经常邀请小美参加他们的家庭聚会。台湾人很重视家庭生活，假期就是要一家人在一起。小美说，她特别喜欢这种温馨的氛围。现在每到周末，她和阿佳就会约上几个好友，要么去野餐，要么去泡温泉，完全没有了在深圳时整天加班的压力。让小美特别感动的是，阿佳总是很尊重她的想法和决定。比如说装修新房的时候，小美想要把书房和琴房合二为一，阿佳二话不说就同意了，还主动帮她设计空间布局。她说这样我们就能一起备课，她弹琴的时候我也能在旁边看书，想想就觉得好浪漫啊。这几天小美正忙着筹备婚礼的事情，她跟我说，丽姐，我和阿佳商量好了，婚礼就办得简单一点，但是要有我们自己的特色。他们打算在阿佳的母校举办一场音乐主题婚礼，邀请以前的学生们来演出。这样的婚礼虽然不奢华，但是很有意义。说起择偶观，小美感慨良多。以前在深圳，总觉得男朋友必须要有车有房，年薪100万才算优秀。现在才明白，精神层面的契合才是最重要的。阿佳虽然工资不如深圳那些金融才俊，但是他们有共同的理想，都想在教育这条路上做出一点成绩。前几天，小美还特意带阿佳回深圳见了父母。让她特别感动的是，阿佳完全没有因为深圳的高房价、生活成本吓到，反而认真的跟岳父岳母保证，叔叔阿姨，你们放心，我一定会好好照顾美美，让她在台湾过得开心。这句朴实的承诺，让小美父母彻底放下心来。丽姐，你知道吗？在台湾生活最大的感受是什么？小美问我，我还没来得及回答，她就接着说，就是觉得生活不再是一场竞赛了。这里的人们很懂得享受生活，不会为了赚钱拼命加班，也不会攀比谁的包包更贵，谁的车子更豪华。在台湾的教育圈里，老师们更注重自我提升和学生的全面发展。
小美说，这里的老师上完课，经常约着去听讲座，参加读书会，大家互相交流教学心得，氛围特别好。这种氛围也感染了小美，让她重新找到了当初选择教师这个职业的初心。阿佳已经在帮小美联系在台湾考教师证的事情了。虽然过程可能有点复杂，但是只要我们互相扶持，一切困难都不算什么。小美说这话的时候，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。他们还计划等安顿好了，就着手筹备开设艺术培训班的事情。最让我欣慰的是，小美在台湾找到了真正属于自己的生活方式。她不用再为了评职称熬夜写论文，不用再为了讨好领导勉强应酬，可以专注于自己热爱的教育事业。在这里，当老师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。我希望通过我的教学，也能让更多学生感受到学习的快乐。说起未来的生活，小美充满期待。等艺术培训班开起来了，我和阿佳就能一起教学生，看着他们在艺术的道路上成长。周末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带着学生去户外写生、采风，让教育回归自然，回归本真。作为一个红娘，我见证过太多姻缘，但是小美和阿佳的故事特别打动我。他们的结合不是因为物质条件的匹配，而是因为心灵的共鸣。在当今这个浮躁的社会里，能找到一个懂你的人，愿意陪你一起追求理想，这样的爱情才最难能可贵。小美最近发了一条朋友圈，2025年，我要和最爱的人一起，在宝岛台湾开启人生新篇章。感谢在深圳的日子让我成长，也感恩在台湾遇见了生命中最重要的人。看到这条动态，我由衷的祝福他们，愿所有勇敢追求真爱的人都能获得属于自己的幸福。好啦，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，大家觉得小美的选择怎么样呢？欢迎在下方留言告诉我哦。我是丽姐，我们下期再见。